34歲的楊洋在橫店的春寒裡重新站回了聚光燈下，只是這一次，他的左手不再是揮劍的利器，而是一隻腫脹發紅、尚未完全消腫的傷手。夾板剛拆，淤血未退，現場3名工作人員圍着他幫忙整理戲服。鏡頭掃過，他依舊保持着慣有的清俊與克制，微笑、點頭、揮手示意，仿佛一切都在可控範圍內。但畫面之外，是另一種令人不安的現實。骨折未癒及復工，在 S 加級大劇的節奏面前，個人健康似乎只能退居次席。這部名為《不讓江山》的古裝大制作，自開機起便自帶流量光環，投資體量龐大，平台押注重倉，品牌贊助密集入場。項目從立項到籌備一路高歌猛進，被業內視為年度重點儲備劇之一。男主角的人選本身就是市場信心的一部分，而當這位男主在入組不到1周便因意外骨折，項目的齒輪並沒有停下。復工現場，敬業敘事與真實傷情的拉扯。開機儀式當天，楊洋在媒體面前簡短回應：骨折是意外，目前狀態沒問題，大家不用擔心。語氣平穩，措辭克制。粉絲在第一時間釋出哥哥很堅強，職業精神值得尊重的聲音，也有人在社交平台貼出現場照片，質疑劇組是否過於急切。事實上，從醫院到片場之間的時間差，成為外界爭論的焦點。有人爆料稱，他在醫院停留時間並不長便返回橫店，也有人認為，劇組一定經過醫生評估才敢繼續拍攝。真相或許並非黑白分明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在一部日拍攝成本高達數百萬的 S 加級項目面前，暫停從來不是輕易做出的決定。問題也因此變得尖銳，當演員的身體狀況與項目進度發生衝突，誰擁有最終話語權？34歲的關口，流量窗口與職業焦慮。對一個以古歐起家的男演員而言，34歲是一個微妙的分水嶺。流量紅利逐漸見頂，市場對顏值型偶像的耐心在縮短，而對演技與作品厚度的要求卻在提高。年輕一代小生迅速補位，平台更迭加快，觀眾口味變化迅猛。楊洋這些年始終維持着高曝光度，卻也面臨着轉型壓力。選擇一部體量龐大的古裝權謀劇，既是穩固基本盤的策略，也是爭取口碑突破的押注。某種意義上，他並沒有太多可以等一等的空間。於是，當意外發生，他或許比任何人都清楚，停工意味着檔期連鎖反應，意味着資本方風險上升，也意味着市場對他抗風險能力的重新評估。在這種背景下，復工不再只是個人選擇，更像是一種被時代推着向前的決策。劇組沉默，進度優先的行業慣性。不讓江山劇組對外並未發布過多說明，只是按照既定節奏推進宣傳與拍攝。這種沉默本身折射出行業的一種常態，在重大項目面前，輿論風波被視作可控變量，而進度則是核心 KPI。拍攝週期、演員檔期、場景租賃、群演調度、贊助商露出窗口，每一個環節都牽一髮而動全身。一旦男主停工，意味着整組人馬待命，成本以小時計價。對投資方而言，最現實的問題是如何在風險與收益之間找到平衡。因此，所謂職業健康保障，往往依賴於合同條款與保險機制，而不是情緒判斷。只要醫生評估允許在一定範圍內拍攝文戲或輕動作戲，項目便會盡可能維持運轉。這並不等同於冷血，卻暴露了制度的冰冷。粉圈裂變，同情、憤怒與自我消耗。輿論場很快出現兩極分化，一部分粉絲強調敬業精神，認為楊洋帶傷復工展現職業態度；另一部分則質疑劇組過度壓榨，甚至呼籲暫停拍攝。更有聲音將責任指向演員本人，認為他若堅決拒絕，
資本也無法強迫。然而現實遠比想象複雜，演員與製作方之間存在長期合作關係與利益綁定，公開對抗往往意味着未來資源的不確定。即便個人意願強烈，也需要權衡團隊、品牌、平台等多方因素。與此同時，圍繞商情的討論本身又轉化為新的流量入口，熱搜詞條、話題閱讀量、品牌關聯曝光迅速攀升，粉絲的心疼與憤怒在算法機制中被量化為數據，成為商業評估的一部分。情感與商業之間的邊界愈發模糊。5. 行業對比，競業傳統與權力結構。不少人提及前輩演員的帶傷拍戲傳統。確實，華語影壇有過以拼命著稱的時代。老一代動作演員在缺乏完善安全體系的年代承受巨大風險，也以此贏得敬重。但時代不同，語境也在變化。過去的拼命多建立在個人對項目擁有較強話語權的基礎上，而當下的流量體系中，演員既是品牌資產，也是可替代資源。權力結構的變化，使得競業有時更像是一種被期待的義務。楊洋這次復工是否出於完全自願，外界無從得知。但可以確認的是，他的個人形象與項目命運被高度綁定。在這樣的結構裡，拒絕並非沒有代價。角色削弱傳聞，工具化焦慮，輿論中還夾雜着關於角色戲份、造型數量、劇情改編的種種傳聞。雖未經官方證實，卻折射出粉絲對工具人化的擔憂，擔心流量只是宣傳符號，而非創作核心。在大項目運作中，劇本調整與資源再分配本就常見。市場測試、平台意見、演員檔期都會影響最終呈現。當主創團隊多方博弈時，角色權重的變化並不罕見。但當主演又恰逢傷病風波，這種焦慮便被放大。粉絲擔心的或許不僅是戲份多少，更是偶像在資本鏈條中的位置是否穩固。健康與職業倫理邊界何在？事件的核心其實不在於某一部劇或某一個人，而在於行業如何界定合理復工的邊界。醫學層面，輕度骨折在固定後卻可進行部分活動；職業層面，演員簽約時也已知曉拍攝強度。然而，當傷情尚未完全恢復，腫脹明顯可見時，是否應給予更充分的恢復期？這既是法律問題，也是倫理問題。一個成熟的行業，應當在保險、替身調度、拍攝順序調整等方面建立更靈活機制，而非將風險主要壓在個人身上。否則，每一次競業敘事背後，都可能隱藏着結構性失衡。資本盛宴與個體代價。從數據層面看，不讓江山因這次風波獲得了遠超常規開機期的曝光度，話題閱讀量飆升，討論度居高不下。對投資方而言，短期聲量確實可觀，但長期來看，若演員健康受損，口碑受爭議，損失也可能反噬項目本身。市場越來越理性，觀眾對帶傷營銷的耐心有限。真正決定一部具生命力的，仍是內容質量。對楊洋而言，這既是一次職業考驗，也是形象風險。若最終作品質量過硬，風波或將被淡化為插曲；若成片表現平平，傷病話題則可能成為批評的附加注腳。9. 時代注腳，流量結構的隱痛。站在更宏觀的視角，這場爭議是流量時代的一面鏡子。明星被視為高回報資產，粉絲情感被轉化為可計算的指標，而個體身體與情緒則被嵌入高速運轉的商業機器。34歲的楊洋，既是受益者，也是承壓者。他享受過流量紅利，也必須面對結構慣性的反噬。當外界將目光聚焦於那只腫脹的手時，真正被照亮的是整個行業對速度與收益的執念。傷會好嗎？夜色降臨，片場燈光依舊明亮。
工作人員在布景間穿梭，機器運轉聲此起彼伏。男主角換上戲服，站在鏡頭前，按照導演指示完成一條又一條拍攝。或許傷會痊癒，或許留下隱患，或許這部劇會成為轉型里程碑，或許只是一段被迅速遺忘的項目經歷。但可以確定的是，這次事件已為行業留下問題。在資本效率與個體健康之間，我們究竟願意為哪一方讓步？當觀眾在屏幕前看到他揮劍縱橫江山的身影時，是否還會記得那隻曾腫脹發紅的手？而當下一位演員遭遇類似處境時，行業是否已準備好更成熟的答案？在流量與資本交織的時代浪潮裡，每一次復工都不僅是個人選擇，更是結構力量的顯影。楊洋的這次帶傷上陣，也許只是序章，真正的考題仍在後面。